他指了指照片上的合伙人，决定让他成为集团的形象代言人。可迎来的却是一个巴掌。别动我的歪心思，听话听话听话。原来吴国豪才是这部剧的终极恶人，女孩们被他当成工具，就连老板也被他死死拿捏。听我的，老婆孩子才能活。上集讲到曲梦生下了一名男孩，时间匆匆过去了3年，吴菲菲也随着红月的呵护下长大成人。吴国豪因坏事做绝，再加上此时的风声收紧，他决定将俱乐部业务从集团内部剥离，从而达到成功上岸的可能。姑娘们都是我管的，得需要一笔遣散费，大家好聚好散。俱乐部的宴席永远不会散。吴国豪表面上是洗白转型，实则却是将知情的姑娘们彻底握在手中。他绝不可能放过知道内情的每一个人。俱乐部的姑娘呢，也都挣着钱了，也够这辈子吃喝不愁。但是呢，最好还是在眼皮子底下待着。红月为他生儿育女，这才知道在表面的光鲜下，实则充满了罪恶与残暴。曲梦也深知俱乐部一旦被关闭，将会彻底失去扳倒黑恶势力的机会，于是取出杨文远留下的3盘录像带，打算交到省城的检察院。在这3年里，曲梦虽说对高峰照顾有加，但始终没有透露亲生母亲的身份。临走之前，他将毕生积蓄交给高大华。万一鸡蛋碰了石头呢？那就有去无回吧。人这世界上走一遭，总是要赌一把。此时的蓬莱集团，徐鹏的妻子在卧床10年后突然病逝，他和儿子也被吴国豪牢牢控制。一旦转型成功，这些年的黑钱将全部被洗白。可他的计划能得逞吗？此时曲梦将身上的金球放进高峰的怀里，毅然决然踏上了举报的道路。红月也预感到这次行动的危险性，临走前特意叮嘱曲梦，无论是否成功，都不要再回到滨川。随后两人纷纷起身，一起踏上了未知的前方。曲梦上了长途客车，可不知走了多久，掀开窗帘后，却再次看到吴国豪的身影。他这才知道，这辆车里的所有乘客全都是刻意安排的马仔。吴国豪拿到了举报信，遗失的3盘录像带也终于重见天日。这一刻，曲梦心如死灰，他冲上去质问徐鹏，难道真的想杀掉所有的知情者吗？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徐鹏也只不过是傀儡而已。杀手死了就都解脱了。许梦这才如梦初醒，可早已经为时已晚。红月被拖到了他的面前，显然吴国豪才是幕后的黑手。此时的他不再需要伪装，拍着徐鹏的脑袋质问，只因有自己的存在，他才会从街头小贩摇身一变成为滨川市最大的老板，其他人也因他逆天改命。然而更恐怖的是，吴国豪的布局更深更远，俱乐部里的每一桩黑色交易都有徐鹏的签字。以前做过的事情必须有人扛啊！被你们偷走的录像带就差这3盘，现在这3盘有了，外边就没事儿。徐鹏终于知道了吴国豪的可怕，他跪在地上恳求，只要放过儿子徐志阳，他可以为公司做任何事。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吴国豪的第一个命令就是杀掉曲梦这个祸害。既然要转型，就转得彻底一点，咱们就按照咱们原来说好的。对不起啊。徐鹏连夜将曲梦的尸体埋进雕塑，彻底与吴国豪的命运绑定在一起。得知真相的红月崩溃至极，他原本搭建的舞台本意是想帮助那些无依无靠的女孩，可一路走下来，却意外成了埋葬他们的刽子手。他再也没脸活在这个世上，更不想继续再为魔鬼摆布。他心如死灰，于是也将那颗代表耻辱的金球交给女儿吴菲菲，然后毫不犹豫地跳江自尽。25年之后，蓬莱集团成为了首屈一指的大企业，高峰也在养父的呵护下长大成人。可这份惊天秘密却迎来了惊天一撞，曲梦尘封多年的骸骨重见天日，高峰也意外结识了吴菲菲。虽然此时已经处于完全不同的世界，可上一代人身上的共同疑点使两人重新展开了调查。